你知道吗？鬼泣曾是生化危机的废案，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对里昂到底是但丁的大号还是小号争论不休。大小号暂且不谈，废案这一点我在生化危机8里面已经看出来了。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款动作游戏巅峰的缘起之作《鬼泣1》。1代的故事发生在3代之后，在但丁阻止了阿卡姆和维吉尔想要解除魔界封印以获得斯巴达之力的阴谋后，他便重新经营起了自己的事务所。某天午夜，一个戴着墨镜的神秘女人骑着摩托车就冲进了但丁的事务所，随后神秘人也不管但丁的调侃，直接开口询问他是否什么工作都接。乍一听，但丁还以为是大客户上门，但神秘人的这次任务却不简单。他知道但丁和维吉尔的身世，也知道他们的母亲在20年前就被魔族所害，或许是想试一试眼前之人的身手。神秘人直接就是一套借网瘾电疗，顺带还给但丁来了一下开局必有的家族传统，并将摩托车直接举起来扔了过去。可但丁却不归牛顿管，他直接用手里的双枪硬生生将摩托车顶了回去。果不其然，但丁只是扮猪吃老虎罢了。神秘人见识到了眼前之人的强大，当即说道自己名叫翠西，也并不是他的敌人。就在翠西摘下墨镜以后，但丁还以为自己的母亲显灵了，翠西竟然和自己的母亲长得一模一样。原来他来此的目的，竟然是早在20年前被斯巴达打败的魔界帝王蒙德斯就已经复活了。为了重新夺回对人界的控制权，他在这20年里卧薪尝胆，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魔帝准备在一座岛屿重新开启魔界之门，或许是翠西像自己母亲的原因，但丁没有任何怀疑，直接与他一起来到了这座岛上。随后翠西先一步离开，但丁则单独开始探索这座岛屿。当他进入到古堡后，这里早已充斥着各种妖魔鬼怪，但这种小怪也只不过是练手而已。很快，但丁发现了一把裹挟着雷电的大剑，这把新武器不可谓不强，还能够自动滴血认亲。但丁也不惯着，顺着大剑就那样站了起来，拿上这把神兵利器，他再次向着城堡内深入。在前进的路上，一只巨大的蜘蛛拦住了但丁。大蜘蛛不可谓不强，不但能够喷火，还有一副坚硬的躯壳。好在凭借血量优势，加上且战且退的打法，才勉强逃过一刻。可城堡内终究是危机四伏，在一个房间内，但丁身后镜子里的自己竟然从镜子里走了出来，并且变成了一个黑骑士的模样。黑骑士见房间里施展不开，于是招呼但丁出去外面打。眼前的敌人异常强大，手中的魔剑发出幽蓝的光芒，一刀下去就像是砍到了大动脉。但丁立马开启魔人状态，才能够勉强与之一战。可终究还是敌不过黑骑士，被他一把抓住了命运的脖梗。就在这个时候，黑骑士看到了但丁身上的项链，瞬间便让他想起了什么。在一番痛苦的挣扎过后，黑骑士直接原地升天逃走了。侥幸捡回一条命的但丁再次向着城堡内深入，却没想到那只巨型蜘蛛再次追了上来，正愁找不到地方出气。但丁虽然打不过黑骑士，可努把力还是能够打败眼前这头怪物。但丁开启魔人形态冲了上去，每一刀都砍在了蜘蛛的动脉上，很快便将之打败。蜘蛛临死前，在但丁身上仿佛看到了斯巴达的影子，看来自己死的也不冤。而在一开始离去的翠西却在暗中注视着一切。在随后前进的道路上，充斥着各种机关跳台，还好但丁中途学会了2段跳，没费多大功夫便跳了上去。而这一次迎接他的便是一只名为格里芬的大鸟。今时不同往日，经过一路上的磨练，但丁早已变得强大无比。很快大鸟就被但丁击退。随后但丁发现了一艘来往于冥界裂缝的王者之船，可就在启动这艘船以后，那只大鸟又再次杀了回来，并想利用制空权阻拦但丁，说的好像谁不会飞一样。但丁立马开启魔人形态，手中的雷电不断向着大鸟倾泻。就这样，大鸟再一次被打得落荒而逃。可因为战斗的波及，导致王者之船逐渐沉入了海底。好在但丁不会像阿泰尔那样遇水即化，在穿过了层层的机关陷阱后，但丁来到了一座竞技场，却没想到大鸟格里芬又杀了回来。这一次他变强了，也不再犹豫了。可最后还是在天上被但丁秒了。大鸟不由得感叹道：眼前这个男人的实力堪比当初的斯巴达，甚至还要更为强大。他无奈的开始呼唤自己的主人魔界帝王，可大鸟的屡战屡败，遭到了魔帝的不满，也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魔帝亲自出手，以雷霆之力彻底粉碎了大鸟的躯体。见到眼前魔帝杀害队友的场面，但丁回想起了自己母亲的教导，他会贯彻父亲那种为了弱者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正义，所以他以父亲之名发誓，一定要将魔帝绳之以法。而在前进的道路上，之前那个差点杀死他的黑骑士再次拦住了但丁。黑骑士也展现出了自己全部的实力，并且露出了他面具下的那张脸。但丁见到后心中震撼不已，这不是他哥哥维吉尔吗？尽管很是疑惑，但丁还是开启魔人状态迎了上去。而这一次他也终于将黑骑士击败。随着黑骑士再次原地升天，一根项链也从上空掉了下来，这也印证了但丁的猜想。好在附近没有其他观众，维吉尔的黑历史才没有被爆料。另一边，翠西竟然出现在了魔帝的面前，看来这一切都是魔帝的阴谋而已。可他们没想到的是，但丁在将2根项链融合后，并通过手中的荔枝刃唤醒了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随后但丁一路杀进了魔界，可他却在这里看见了遭遇危险的翠西。没有多想，但丁立马挡在了他的身前。可翠西却趁这个机会偷袭了但丁，这也证实了他早在一开始就是魔帝派来的奸细。可凭借他还有一群恶魔的那点实力，根本无法打败但丁。就在但丁化解了危机以后，他却看到翠西即将被巨石砸中。但丁想也没想，直接冲了上去救下了翠西。做完这一切，但丁本打算事了拂衣去，可因为这个举动导致翠西的心中产生了异样的想法。于是翠西叫住了但丁。 Dante, why did you save my life?
Because you look like my mother. Dante! Don't come any closer, you devil! You may look like my mother, but you're nowhere close to her. You have no soul. You have the face, but you'll never have her fire! 随后，但丁来到了一处大殿之中，魔帝蒙德斯也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可但丁没想到的是，魔帝竟然将翠西抓了起来，终究还是但丁在乎的女人。趁这个机会，魔帝立即对但丁动手。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翠西挣脱了束缚，冲上前一把推开了但丁，他也因此倒在了魔帝的攻击下。见到这一幕，魔帝算是彻底触及了但丁的底线。他在这一刻真正觉醒了父亲的能力。随即，魔帝现出了本体，将但丁拖进了虚空之中。见魔帝还在大言不惭，但丁立马现出了斯巴达的形态，黑红色的雷电在身周不断浮现，而魔帝与斯巴达的传说之战也在此拉开了帷幕。面对魔帝的攻击，但丁丝毫不惧，在虚空之中向着对方不断逼近，无数的能量轰击在魔帝身上，饶是魔帝也很快从空中跌落，来到地面，双方再次开始战斗。但丁的每一次攻击都带着无可匹敌的剑气，将魔帝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但丁打败了这位魔界帝王。回到大殿后，他来到了翠西的面前，就像是母亲再一次的死亡。但丁没有哭，可眼泪却流了出来。他将项链和父亲的魔剑放在了翠西的身旁，希望他们能够保护翠西。但丁本打算就这样离开魔界，可是魔帝却吊着最后一口气再次追了上来，奈何但丁早已精疲力尽。就在他即将放弃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翠西竟然没有死，并且还将自己的力量全部给了但丁。紧接着，但丁强忍心中的喜悦，将所有的力量汇集到了双枪之上。It looks like we have a winner. Jackpot! 最终，在魔帝不甘的怒吼下，二人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翠西还在惊讶，身为恶魔的自己竟然会流泪。但丁只是默默地回答道：“恶魔不会哭泣，这些眼泪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礼物。”翠西也明白了，自己拥有了那份属于人类的情感，仿佛是命运的眷顾。一架飞机坠落到了二人的面前，他们也得以坐上飞机，穿越地下复杂的地形，终于在岛屿彻底崩塌之前逃了出来。虽然这一次阻止了魔帝的阴谋，但魔界迟早也会再度卷土重来，迎接他们的将会是又一段波澜壮阔的故事。故事的最后，翠西加入了但丁的恶魔事务所，并与但丁一同狩猎恶魔。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